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现象？现在很多人做事总喜欢蹭热度，靠人脉，借别人的便利，走捷径。能借力就绝不自己费力，能依附他人就绝不独立打拼。总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，省心又省力。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中华典故，恰恰反其道而行之。古人明明有现成的便利可占，有免费的捷径可以走，却偏偏主动放弃，宁愿多花时间，多费力气，从头再来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骨气，真正的强者，从来都不会占他人的便宜来成就自己。这一期我们深度解读中华典故，不因人热。提到这个典故的主人公，很多人都不陌生，他就是中国东汉时期有名的名士梁鸿。说起梁鸿，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举案齐眉的千古佳话。他和妻子孟光相敬如宾的相处方式流传了千年，成为古人夫妻和睦的典范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梁鸿能够流芳百世，靠的不只是夫妻的德行，更在于他身处贫寒却坚守气节，遇到困难绝不依附他人的立身风骨。而不因人热这个典故，正是他年少时最动人的一次人格写照。这个故事讲的是年少时期的梁鸿在太学求学时发生的事。太学就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府，他当时因为家境十分贫寒嘛，独自寄居求学。那寄居呢，在古代寄居就是暂时短期的住在别人家里，或者是租房子住，但是史料没有记载这个内容，所以我们也不得而知。他这个人平时呢就比较安分，独来独往，从不刻意迎合别人，也不与人扎堆一起吃饭啊，然后攀交情。有一次，隔壁邻居已经做完了饭，灶台这个柴火呢还没有熄灭，这个锅呢还是热的。那邻居就很好心，就招呼梁鸿啊，就跟他说，让他趁着这个灶台的余热还有温度，这个锅还是热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直接就过来做饭了，你就不用再重新生火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省时又省力。可是面对这份送上门的这个便利，梁鸿却直接拒绝了。然后他说道：“童子鸿，不因人热也。”什么意思呢？童子鸿就是晚辈梁鸿，他称自己为童子鸿，就是我梁鸿不依靠别人的余热，不愿借助，这里的因就是借助他人的意思，然后借助他人的余热，依赖他人便利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完之后呢，他亲手就灭掉了灶台中仅剩的余火，重新拾柴，钻木生火，老老实实的从头开始做饭，绝不占用别人的便宜。讲到这里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但是我想问问大家真实的想法，现在人情社会里，梁鸿的这种做法到底是坚守气节，还是太死板，不懂变通，不通人情呢？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有这样的疑惑，邻居明明就是好心帮忙啊，免费的余热，现成的便利，又不伤和气，顺手就用一下而已，根本
不算什么大事。但是梁鸿呢，非要特意的去熄灭火，重新生火，显得有些多此一举，是不是太较真了，太孤傲了，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呢？这也是当下很多人对不因人热最大的误解，总觉得这种凡事不靠人，不借助便利的处事方式，就是孤僻，不会变通，在职场和生活里根本吃不开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这恰恰是普通人看不懂的中国古代君子的大智慧。我们先来理清当时的处境。少年梁鸿无依无靠，家境贫寒，寄居在外求学，衣食住行样样拮据。对当时的他来说，蹭一点余热，省去了生活的麻烦，真的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没人会指责他，更没有人会因此看不起他。但在梁鸿的心里，事情虽小，底线极大。所谓因人热，表面上看是借用别人灶台的余温做饭，本质上呢，是依托他人的便利，仰仗旁人的恩惠，依附外界的资源来成就自己的小事。今天可以蹭一点灶火的余热，明天就可能习惯性的蹭他人的人脉、便利和资源。今天习惯了借别人的光走捷径，日后就很难再沉下心，靠自己的力量脚踏实地前行。梁鸿灭掉的不是区区的灶火余温，而是依附他人的惰性，贪图便利的私心，寄人篱下的卑微。哪怕身处低谷，一无所有，他也要守住自己人格的独立和尊严。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世人从不觉得梁鸿迂腐固执，反而无比敬佩他的原因。真正的清高不是孤傲孤僻不近人情，而是绝不贪图小利，绝不走捷径，绝不依附于人。讲到这里，我来拆解一下不因人热的完整词义，方便大家精确的理解，正确的使用。首先是两个关键字，因，它是依靠、凭借、借助的意思。另外一个是热，它是指他人的余热、余温、便利、资源和助力。所以这个成语本意非常的直白，就是不借助别人灶台的余热来做饭的意思。引申的意思为人立身正直，自立自强，不依赖他人，不攀附权贵，不贪图现成的便利，不靠别人的资源和热度成就自己。这里也要帮大家避一个常见的误区，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成语是形容人孤僻、不合群、不懂变通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它的核心是有气节、有底线、靠自己，是100%的褒义词，用来夸赞人立身清白、独立自强、风骨端正。好的，明白了意思就好办了。我们现代怎么用这个词呢？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一个人有骨气、人格独立、拒绝捷径、自力更生，是对一个人人品和格局的极高夸赞。那么我们来造个句：真正有格局的人，向来不因人热，与其追逐风口，依附他人光芒，不如默默沉淀，活成自己的光。
最后，我们来拆解这个流传千年的典故，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大智慧，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践行。第一，捷径最害人，自立方长久。所有不用付出努力的捷径，背后都藏着隐形的代价。习惯了借别人的热，靠别人的力，就会慢慢的丧失自己生活发光成长的能力。人生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人脉、资源和便利，而是自己脚踏实地练就的本领。靠自己才是最稳、最长久的出路。第二，小事守气节，大事立风骨。梁鸿聚的不是一口热饭、一点余温，而是微小的惰性和贪欲。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占便宜，不循捷径，在大事上才能守住底线，站稳立场。人格的尊严从来都体现在不起眼的细微选择里面。第三，不因人热，方能自成光芒。依附别人的热度，注定只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。唯有不攀附、不依赖，自己生活、自己发光，才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生，活得坦荡、通透、有底气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希望我们都能读懂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借别人的光来取暖，更不需要靠别人的捷径来铺路，宁可自己辛苦从头再来，也不贪他人分毫的便利，宁可低调自立生根成长，也绝不攀附别人。愿我们往后余生，不因人热，不借人光，自立自强，自成山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